最近啊，中国出了个新动作，让市场都看傻了眼。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昨天公告说，要给124项美国商品继续豁免关税，包括什么稀土金属矿、副铜板、光通信设备等。但是这次的豁免期限特别有意思，就短短3个月，从今年12月1号到明年2月底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事儿有意思吗？我给你们算算账，以前每次豁免都是至少7个月以上，结果这次突然就缩水到3个月。而且更巧的是，还有另外95项商品的豁免期限也刚好在2025年2月28号到期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中国政府已经闻到了贸易战 2.0 版本即将到来的味道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咱们来看看数据。自从2018年贸易战打响以来，中国一共推出了4批对美加征关税的反制清单，4轮新增排除清单，再加上16次延期排除清单。听起来挺了不起是不是？但实际上这些清单总共才涉及多少钱？1500亿美元。反观美国是怎么干的？从2018年开始，美国就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7.5% 到 25% 不等的关税。今年拜登还加码了，又对价值18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% 到 100% 的关税。大家算算，这数字差距有多大？美国打你一巴掌，你连挠他一下的力气都没有。更惨的是，截至2023年的数据显示，中国对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是 14.7%， 这些关税商品占了中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 73.3%。 看着挺厉害是不是？但问题在于，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，而中国需要从美国进口的关键技术和原材料又少不了。说白了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关税加得再高，该买的还得买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中国在关税豁免清单里还专门列了稀土金属矿、医用消毒剂这些重要物资。你说你都豁免了人家的关键产品，人家凭什么还要给你面子？这不就跟谈判桌上直接把底牌亮出来了一样吗？所以啊，这次中国突然缩短豁免期限，与其说是在示强，不如说是在示弱。就像小孩子打架，明知道打不过，但还要先举起小拳头让对方看看你在欺负我，我可就还手了啊。但问题是，这种威胁对川普有用吗？讲真，从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来看，这位美国准总统可是一点都不把这些放在眼里。明年的贸易战怕是避无可避，中国现在能做的就只有提前准备好挨打的姿势了。这次川普不光是要打中国，他还扬言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所有进口货物征收 25% 的关税。这消息一出来，墨西哥比索和家园立马吓得直哆嗦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看出来了，这回川普要玩个大的。我给大家分析一下，川普这次打贸易战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。第一任期的时候，川普还讲究个谈判技巧，拿关税当棍子吓唬人，逼着别人降低贸易壁垒。但现在呢，他直接说要用关税振兴美国制造业，顺便给政府捞点税收。这不是谈判，这是要把别人往死里整啊。有分析师说得好啊，川普现在似乎较不着重协商，更偏重结果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川普这次不想跟你讨价还价了，直接就要用关税把你打趴下。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这次川普的国安班子都是些狠角色，准国务卿卢比欧、准国家安全顾问沃兹，这些人可都是出了名的对华强硬派。有这帮人给川普出主意，你说这仗能不打得更狠吗？但最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？据华府一家知名智库的专家分析说，川普这回要搞无差别轰炸，不管你跟美国关系好不好，统统都要加关税。这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可能要爆发一场横跨美国、欧洲、亚洲的全面贸易战。注意看，
这不是某个小机构随便说说，这可是美国顶级智库的判断。他们的分析一向很准，现在发出这样的警告，那事情可就真的严重了。这哪是什么贸易战啊，这简直就是要搞经济世界大战啊！那么问题来了，川普的关税大刀会先砍向谁呢？据西方多家金融机构分析，肯定是那些对美国有巨额顺差的国家，比如中国、德国、法国、墨西哥和加拿大。这些分析师的判断其实很容易理解，在川普眼里，贸易顺差就意味着占了美国的便宜。你卖给美国的比从美国买的多，这不就是在掏空美国吗？所以这些顺差大国自然就成了川普的首要打击目标。这就有意思了。咱们来看看数据，2023年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概2000多亿美元，德国对美顺差差不多700亿美元，日本也有500多亿美元。你想啊，这些顺差都是美国觉得亏掉的钱，川普能不眼红吗？关键是，一旦贸易战打响，这些国家的企业遭受的打击可能比美国企业还要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啊，你不卖给美国人，难道指望非洲人买你的高端制造业产品？所以你看，欧盟已经开始认怂了。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说要跟美国建设性合作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更是提出了个支票策略，就是要多买美国的天然气和军备。这不就是花钱消灾吗？但问题是，这种花钱买平安的策略能管用多久呢？川普要的可不是一次性的买卖，他要的是彻底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啊！所以说，2025年的世界经济恐怕要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。这不，美国商务部刚刚放了个大招，说要对从东南亚进口的太阳能产品征收271%的关税。这个数字把所有人都吓傻了。我给大家算算账，一块原本卖130美元的太阳能板，加上这个关税，最后售价直接飙到482美元，差不多翻了4倍。为什么会这么狠呢？表面上说是因为这些产品在美国不公平销售，但实际上呢，这是冲着中国企业来的。我们来看数据，目前美国80%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是从马来西亚、柬埔寨、越南和泰国这4个东南亚国家进口的。但是这些工厂都是谁开的？还不是中国的隆基股份、天合光能、金奥科技这些中国光伏巨头。说到这儿，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，美国这招连环计打得可真够狠的。2018年开始对中国本土产品加关税，把中国企业逼得往东南亚跑。等你好不容易在那边安了家，现在又说这些其实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，继续加关税。这不是典型的赶尽杀绝吗？更值得关注的是，美国去年推出通胀削减法案时，给太阳能企业提供了大量补贴，现在却提议征收271%的关税。这种政策转向让市场措手不及，也让已经投资的企业陷入两难。数据显示，去年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均价在 0.25 美元每瓦，中国企业凭借规模效应做到 0.2 美元每瓦。这种价格差异确实给美国本土制造商带来了巨大压力。美方认为这是倾销，中方则强调这是规模优势。双方各执一词，都有自己的立场。业内预测，如果271%关税落地，美国今年太阳能装机量可能减少60%，这对双方都不是好消息。美国的能源转型会放缓，中国企业则失去重要市场。对中国太阳能企业来说，形势确实严峻。我算了一笔账，现在全球太阳能市场大概2000亿美元，美国市场占了25%，欧洲占35%。如果美欧市场都开始设限，那中国企业就得另找出路。但问题是，非洲市场太小，中东市场不稳定，亚洲市场又都是价格敏感型的。
这不就等于断了中国光伏企业的一条腿吗？这次的关税风波暴露出中国光伏产业的短板，过度依赖海外市场，高端产品还不够强。虽然有成本优势，但在核心技术和品牌影响力上还有差距。转型之路充满挑战，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轻松。说到底，2025年的中国经济前景真是叫人揪心。想想看，国内的房地产都快崩了，地方债务问题一堆堆，年轻人找工作难上加难。现在川普再来一记关税的重拳，中国每年2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，怕是要化为泡影。太阳能产业眼看着被关税卡住脖子，其他高科技产业更是寸步难行。国内市场就这么大，那么多产能往哪儿消化？那么多工厂工人怎么办？这次中国经济真要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了。